有一类人啊，他注定就是单身一辈子的命啊！别怪我说话太绝了，因为他们真的太拧巴了。父母给他介绍个门当户对的吧，他可能觉得人家颜值不够；要么他自己找一个漂亮的吧，又嫌人家脾气大，不会提供情绪价值。他如果遇到个颜值很高又很会提供情绪价值的，又觉得对方啊会不会是个绿茶，担心的是图自己的钱来的，这还是不行。最好再加上有点底蕴就更好了，这样才配得上他。再或者呢，就干脆找个条件比自己更好的，直接躺平也行。就算这样的，他又实在是不能让着人家，自己也是从小被捧大的嘛，也不太会提供给别人情绪价值。所以你到底想要什么呀？想找门当户对的也不难，想找年轻漂亮的也不少，想找一个会提供情绪价值的也不是没有。但是如果你想找一个门当户对啊，甚至比你条件还好，又年轻又漂亮，学历还高啊，有文化底蕴，又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还能理解你、包容你，兴趣爱好还一致，还能玩到一起去，那对不起，你那2个钱还真不够。这样的人他配的是刘强东，知道吗？为什么在大城市有些富二代这种有钱人他也不太好找对象呢？现在在北京、上海和一些新一线城市出现了这样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很多的富人他找对象也非常难，按常理说应该不是这样的，对吧？但是你看富二代他分2种，一种呢是比较纨绔的，生活过得很精彩，女朋友天天换，他不会轻易放弃这种自由自在的潇洒生活去结婚的，而他不玩到40岁都不会甘心。他们这一类遇到好女孩的概率是不大的，带回家的一般都会被父母 pass 掉。另外一种富二代呢，循规蹈矩继承父业，安分守己。那么他们这一类人呢，一般来讲都是父母帮他们挑选，最后呢就按照家里的安排结婚了。但凡他自己出来找的，基本上能达到父母要求的女生真的特别少。漂亮的都比较物质，往往学历还不高，智商也堪忧。学历好的呢又聪明，又怕人家太算计了。高学历的往往她又不会特别漂亮，太听话了，很乖巧呢，又觉得没啥情趣。总之呢，高学历、高颜值、听话懂事是他们的首选。但是上哪儿去找这么多这样的呀？这样的人，人家不早就结婚了吗？大家说对不对？我今天要说个事实有的人你别不爱听，在北京你去找那些大机构相亲，我也承认资源人家确实很多，比我们这种做个人 IP 的多了。但是为什么你花了那么多的钱，你还是找不到呢？你还傻乎乎的去续费，一次又一次继续找，最后你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钱都白花了。有的人花的钱可能都能买一台车了。你找到了吗？你知道你为什么找不到吗？我先不告诉你后面再说。之前还有人找我沟通了 N 次，我给他做好了择偶定位、相亲心态建设，这些东西看似简单，实则都是大实话，都是经验。人家可能不爱听，我说的可能也不是他想象的那个方向，他就不甘心了。出门的时候呢还万分感激结果第二天发信息发现被他拉黑了。然后呢过了几个月呢，他又绕一圈回来，又来找我重新加微信，问我一堆问题，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我就想说你就是活该被人家骗的命，谁让你爱听好听的呢？人家为了收你的钱，说点你爱听的，又不会掉几斤肉，顺着你的意愿说，不好吗？只要你愿意掏钱，你想听什么人家就说什么，你想怎么找人家都说 OK， 甚至可以把你的笔画得更大一点，只要钱从你的兜里掏出来的目的达到就行了。最后你会发现跟你沟通的是个销售，等你把钱交完了之后，给你服务的又是个陌生的红娘，根本就不了解你，你也不了解这个红娘的水平怎么样，但是你的钱都交过了呀，你就成了菜板上的肉了，任人宰割。而且你按照自己的意愿找，结果你根本就找不到。这种人就是真话你听不进去还对为他好的人有了敌意，最后呢自己被那些说好听话的地方给坑了。回来又想起我来了。真的，你要想好好找个对象结婚，你就是得听听专业红娘给你的建议而不是那些销售的口舌如簧，说的天花乱坠。他只是为了收你的钱，你搞清楚，最后花了那么多的冤枉钱。虽然我也收钱，但是我最起码我跟你说实话呀，让你真的找到人结婚呢，我凭良心做呀。你要做冤大头，谁能拦着你呢？对吗？千万不要轻易去追剩女。为啥？因为他们有4大绝技，你要是能破，你再去追。第一，高标准，低能力，他自己可能一个月就挣几千块钱，还盼着找一个几万块钱的男神。第二呢，嘴硬心也硬，
他没有公主命，但是他非要摆个公主的谱。第三，超级自私，年纪大了标准还不下降，好像这个事儿就应该如此。第四，绝顶双标，他想找高富帅就很正常，男人想找白富美就是想吃软饭，好像他找个有钱人就不算吃软饭了。说白了吧，这么多毛病的人，你敢接盘吗？你们知道什么叫人间清醒吗？我最近听到我的一个律师朋友跟我说了一段话简直太赞了，我一定要分享给你们。他说真正对老婆好的人不耍心眼的，他会坦诚相待，但是有4大表现，到底是什么呢？最后一点非常的重要一定要把它看完。首先呢，结婚之前他会毫不保留的给你看他的征信报告，还有他的财产和债务信息，确保你了解他一切的财务情况。结婚之后呢，他的收入、银行卡、房子、车子全都一清二楚，不会让你帮他还贷款的，也不会瞒着你有任何其他的财产，这可是要害财务透明才是情感真挚的表现。第二点，不会故意拖到婚后才开始装修房子什么的，更不会要求你去出装修款。如果真的需要一起还贷的话，那女方的名字就要写到房产证上去，按出资的比例来登记，谁也不要占谁的便宜，这样才是公平公正的，明白吗？第三点如果你们已经谈好了彩礼，那在婚前就要一次性把它付清了，不要耍什么花招，不是说什么我出了房子能不能替代彩礼之类的话，或者让你出装修费什么的，这些糊涂账彩礼它就是给女方的一个婚前财产，婚后呢他也不会忽悠你拿出来做家用吧，你想怎么用你就怎么用，这个是你可以自由支配的财物，他不能老拿彩礼来跟你说事儿的。最后一点，能够跟女方签婚内财产协议。现在讲究签这个协议嘛，他并不是说不信任，而是为了把责任呢落实到纸上，比起以后把这些事儿搞得吵吵闹闹的，还不如先把这些丑话说在前面更好嘛，双方坦诚相待，把财务交给法律去管，你们呢只需要专心经营好你们的感情，你们的婚姻就好了。这几招下来，谁还怕遇到渣男渣你对不对？大家觉得我这个朋友说的有没有道理呢？咱们到评论区留言讨论一下。这回大龄孙女带着小表妹过来相亲，真是闹大笑话了。她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现在的00后，人家不仅仅是来整顿职场的连婚恋市场一起整顿了。那天35岁的大龄剩女跟一个36岁的男的相亲，小表妹很好奇就跟他一起来了。她还一路叮嘱小表妹你学着点相亲看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看看姐怎么给男的开条件。这个男的呢原本以为这个大龄女生这个岁数了嘛，要求应该不会很高，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女的一开出来的条件他简直就想跑。女的一开口就说我虽然35岁了，但是人家都说我看上去也就25岁左右，我父母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要求男方收入是100万以上，婚后生完孩子呢得过户一套房产给我。他觉得这个要求不过分，比那些婚前要求房产加名的女的强多了。婚后男方的收入一定要透明，并且80%以上都得交给他来管理。说完这些之后男的就说，那我其实呢倒不是经济状况有多大问题，只不过我要是为了娶你这样的岁数的女的回去我还需要花这么多钱，这么大费周章的，那我没有这个必要呀，我娶个比你小10岁的也没有问题。你都30多岁了，还不能懂得站在男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吗？这个时候这女的马上就接过话来说我35岁不算太老吧，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未婚的，而且呢现在大家都晚婚，40多岁没有结婚的人大把的是，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很正常呀，我还算年轻的呢。再说了，你不也已经36、7了吗？你自己不也是大龄生男吗？怎么就只允许你们男的年龄大了找个小姑娘，就不允许我们给你们提个条件呢？男的说，问题就是我们男的年龄大了，我们找个小姑娘我们找得到但是你们年龄大了，要想一个男人花大价钱把你娶回去，那就有点难了。这女的就很不服，说，那你可真是痴人说梦了。来，我身边就坐了个00后，你问问他就刚才你提的那个条件，你要是能办得到的话，看看他愿不愿意跟你走。结果令大龄剩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00后的小表妹看了他一眼说，姐，如果他能满足以上条件，我还真愿意。你看看，这个就是现状00后已经快马加鞭的融入到相亲市场了。
点击我评论区置顶链接，里面多的是00后的女孩。知道为什么你还单身吗？因为不只是你，大家都单着呢。这些年资本给女人洗脑非常严重，而为什么男人却开始清醒了呢？现在很明显啊，男人开始反抗了，他们不再迎合女人的要求了。曾经男人也大方过，努力过，无怨无悔的付出过，可是那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儿，哪一件不让人心寒呢？结婚16年，4个孩子都不是自己亲生的。上海有一个男的，结婚的时候，女方说他不喜欢鲜花，就喜欢花钱，结果结了婚才知道哈，对方有个孩子，多冤呢。还有很多地方哈，法院接收的彩礼纠纷案里面，大部分的女方都是说钱已经花掉了呀，没了，所以你打官司也不一定要得回来。谈恋爱的人每年要过的节日，那真的是五花八门啊。除了原有的一些节日以外，资本还创造出来了一系列的节日，在女人的群体当中，这些节日很重要啊，都是给男人表现的机会，所以呢，都得过吧，不然都得被自己的闺蜜给笑死。1月、2月有春节、情人节，3月有女神节，4月、5月有小长假520，6月、7月刚刚松缓下来一点，8月份又来个七夕节，紧接着就是10月的小长假了，然后马上就是双11的购物节啊。要是你错过了双11，你还可以用双12来补救一下。平安夜你得过吧，圣诞节你得过吧，年末的跨年元旦都逃不掉的。春节这个最重要的节日，你也得表示吧。最重要的是每年农历阳历有2个生日，至少得过1个吧。有的女的哈还要过纪念日等等这些，就这么算下来，发红包送礼物都快成了每个月固定的开销了。男人兜里没几个钱的话，谈恋爱结婚都成了奢望了。关键的是，女生群体都默认这些节日就应该是男生给女生过，男生得付出金钱，所以就出现了大量的捞女嘛。谈恋爱结婚就是把男人当成赚钱的机器啊，就是一个提款机的功能。所以为什么有人说转账一停，感情归零？甚至有女生认为连过节送礼物都做不到的男生根本就不配谈恋爱。宣扬节日默认为是男生单方面付出，这个到底正常吗？表达情感就一定要转13、14或者520，这个正常吗？不跟钱扯上关系就不叫爱。相亲大会现场几乎全是女性，男性寥寥无几，这种情况正常吗？王婆说媒在江西碰到了一系列的奇葩言论，这些正常吗？发生在胖猫身上这件事情正常吗？真的一点都不正常。正是因为这些接连不断的负面事件，让如今的婚前矛盾越来越尖锐，男女越来越对立，结婚成了生意，爱情变成了交易。爱本来它是双向奔赴的，当你把感情婚姻当作谋财的工具的时候，你就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商品，你并没有占到男人什么便宜，而是在你拿到钱的时候，你在他的眼里也就是一个交易了。所以现在的女生，你还不转变思维，你真的脱不了单。如果你们想找以结婚为目的的好女孩可以点点我评论区置顶链接报个名。大家听说了吗？最近有好多的俄罗斯那边的女孩跑到中国来了，她们到这边来留学，学说中国话，学做中国菜，了解中国的习俗，在中国找工作，甚至她们想在这边定居。她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嫁给一个中国男人。他们觉得中国的男人有责任心，有担当，也很温柔，还很专情，还很会赚钱，又聪明又能干，不像他们国家的那些男的那么花心，躺平了，也不怎么有上进心。而且现在他们战争很多，他们那边结婚的男人是真的变少了，留在那边结婚总感觉没有那么大的安全感。而且他们谈恋爱真的是同意一起花钱，彼此付出。男人如果是认真跟自己结婚的话，他们会为老公去经营好家庭的，不会在婚前就要求对方给自己买这个买那个，更没有要彩礼这一说。他们认为爱情就是一种纯粹的东西，我喜欢你，你喜欢我，跟钱没有多大的关系。婚姻就是2个人一起共同把家庭经营好，而不是一方在索取，一方在付出。大家看看，这是多好的事儿啊！看来现在全世界的女人都在盯着中国男人了这是不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呢？来，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吧。礼金10001，北京妈妈就把她女儿嫁给你了。最近我这来了一位北京的妈妈她的要求呢就是礼金万里挑一，但是要答应她3个要求，她就愿意把她女儿嫁给你。屏幕前的小哥哥你们来听一听合不合理？她女儿今年25岁，本科学历，体制内工作，有一辆10多万的代步车和独立无贷款的个人住房。这个妈妈说了男生呢没有车没有房倒是无所谓的，她呀就只有这一个女儿，只希望女儿以后能过得幸福，所以她的要求就3个。第一，男生要有稳定的工作，月收入在8000以上，有责任心未来能够扛起他们这个小家庭。第二个呢，就是男生的父母要有退休金，这样才能以后给孩子减轻养老的压力。第三呢，婚后不能要求女生当全职太太的，男生也要学会分担家务。那你们觉得这个丈母娘她的要求合不合理呢？对她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我评论区置顶的链接报个名。在北京现在有很多的男的，他是非常反感和讨厌花钱的关系的。他一遇到花钱的关系他直接就跑路了。就算没有胖猫的事情出来其实这几年有好多的男的非常讨厌女
女人一上来啊就跟他要钱，他只要一发现这个女人跟他的关系扯上了钱，很多男生啊就开始避而不谈了，直接就跑了，不理这个女生了。哪怕这个女生再漂亮再主动，他都没有兴趣。包括我认识的很多有钱的会员啊，或者那些混得比较好的男的都是这样的，他们只要碰到这一类的女人，马上就警惕起来了。只要一看到这个女的跟他提钱呀，就现在的男生已经非常反感很讨厌这种金钱恋爱关系。很简单嘛不是说钱好不好赚的问题，是他们遇到过很多女生都跟他要钱，他已经遇到的太多了，遇到多了自然就烦了呀。而且现在捞女这么多，所以说现在你作为一个女生，你知道这个年头你要是谈恋爱的时候还一上来跟男的要钱，多半你跟他的关系就凉凉了，知道吗？现在的男生真的是很讨厌那种花钱的关系的，说钱他就跑，是不是这样子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呢。如果你们想找以结婚为目的的好女孩，可以点点我评论区置顶链接报个名。现在的女生找对象到底是怎么了？北京现在的待嫁女生确实太多了，是男生的好几倍，但是还是有些姑娘她找不着北。95年的一个研究生女孩长相很一般，刚来的时候呢，但说自己没什么优势所以找对象的要求也不高，对方可以矮可以胖可以丑也可以老，可以学历不好，唯一的要求就是得有钱，有能力赚钱就行这是她最基本的要求。那她希望对方其他方面的短板呢就越多越好按她的逻辑就是说，这样的话呢她的交换价值就高了。所以我们在最初给她筛选的时候就给她匹配了一批这类男士，学历不太高，年纪比较大，但是呢有钱，至少都是上千万的。但是呢有趣的是，他挑了一圈一个都没看上。每个男士他都要问2个问题，一个呢就是要仔仔细细的问对方的财务状况，一个呢就是问对方交往过程当中是不是对女生有付出意识。可是关键的是在他的眼里这些人的条件还不太够入他的眼。后来我们就又给他选了一批男士学历是比较好的，收入呢也比较高。他这个时候挑来选去的，结果他选了一位最拔尖的男士哥大的硕士，身价非常高。然后他还问我这个人是不是我们这儿的天花板。我的妈呀，我就跟他说，不管这个男的他是不是我们这儿的天花板，你也不是一个天花板级别的女孩。你知不知道这种量级的人他的要求是什么？你根本就达不到他的要求。这里真的不是你在逛超市挑商品，你以为你选上了他就能来见你了？别说跟你相亲，他就是给你认识一下他的机会可能都没有。结果他不服气说老师，那我都放弃那么多条件了吗？我就挑这一项都不行那还不能挑一个好一点的吗？我直接就怼他了我说那你怎么不挑马云呢？他的身高、颜值、年龄、财富都符合你的要求啦。如果他现在还单着的话，你觉得他会缺一个你这样的女生做女朋友吗？你觉得他能看得上你吗？大家来说说这个女孩是不是太贪心了？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呢。如果你们想找以结婚为目的的好女孩可以点点我评论区置顶链接报个名。现在的男生都怎么了？一开口说彩礼恋爱都不谈了，他们真的是比女生更现实吗？看来网络的传闻真的是不假。今天我这来了个93年的女孩跟我说她跟男朋友谈了2年了，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结果前几天男朋友提出分手。她说那天男朋友突然问她老家那边结婚一般要多少彩礼，问我想要多少。我就半开玩笑的跟她说那就30万吧。结果就是之后的好多天她都对我爱答不理的，反而是我天天找她聊，她的态度一下子就冷到不行了。这不就在昨天跟我说还是不谈了，分手吧。那我就觉得很突然，我就问他为什么呀？结果他跟我说他不想娶一个要彩礼的女人。再说了他说北京这边根本就不讲究什么彩礼这种风俗，北京本地的女孩根本就不要彩礼的，结婚呢是双方家庭一起处理操办。这个30万他们家不是拿不起，而是父母会不接受我，可能在我们那边没有彩礼，家里会觉得没面子，但是在北京呢花了彩礼娶老婆，这才是一件丢人的事儿。他说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爸妈说彩礼的事儿了。这件事情他们一定会觉得我太 low 了，拿不出手。他还说从这件事情来看，我也不是真的爱他，要不然就不会跟他开口要彩礼的，这么低俗的要求。他觉得一个女人是真心爱他，根本就不会在意彩不彩礼的，只会一心想把日子过好，而不是纠结这些东西。什么是真正爱的人呢？真正爱的人就是很简单，嫁给他就很满足了，跟钱没有关系。可是我跟他解释了呀，就是开玩笑的呀，随口说的嘛。但是他就硬说我是认真的，说我是想过，如果开玩笑的话，你咋不说300万，咋不说3000万呢？那才像开玩笑的好吗？你这分明就是心里有数的。老师你说他是不是很气人？根本就不听我解释。大家觉得这个男孩到底是误解了这个女孩呢，还是这个女孩根本就不爱这个男生呢？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呢。我想问问姑娘们你们愿意婚后一直在还债吗？你一定说不愿意，对吧？但是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在提出高额彩礼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吗？
最近有一名江西的女子来我这儿找对象，她说到她的上一段婚姻的时候几乎是要崩溃的。婚后7、8年，她和她的前夫一直处在还债的状态当中。因为当初他们结婚的时候，她的父母跟前夫要了66万的彩礼，前夫家那边确实也给了这钱风风光光把她娶进了门。可是她的父母竟然1分钱的陪嫁都没有给她，这些钱后来全部都被父母给安排了，给她的弟弟呢结婚买房买车，都是自己亲人，她能说什么呢？然后她前夫那边呢，当时这些钱大部分都是借来的，搞得他们夫妻俩婚后一直都在还债连孩子都没敢生而且他们婚后的生活中因为这些事情没少吵架，感情也逐渐就冷淡下来了，这样的婚姻已经没有什么幸福可言了最后他们离婚了。她前夫呢居然找了一个2婚女人，人家还不要彩礼。她现在想起来都是彩礼惹的祸其实这种类似的事情特别的多尤其是在那些彩礼比较高昂的地方很多的家庭他都是借钱来结婚的，有些地方这个结婚就跟成了一种买卖一样，女方家的父母真的是漫天要价，但是呢男方为了结婚呢他又只能顺从就算他没有钱，他借钱也得给儿子把婚结了。最终呢就是导致很多的家庭在结完婚之后直接就返贫了，好多年都处在这个高额的债务之中，一直都在还债的路上，生活过得非常的苦。这种日子真的是你们结婚的目的吗？